紧接着呢，我们会做的动作就是我们会 create 一个全新的 project XNA 的 project，OK。那一样，我们开启 Visual Studio 以后，直接新增一个专案。那并且这个专案呢是预设到 XNA 3.1，因为我们刚刚使用 XACT 3来做，所以我们会选用XNA Game Studio 3.1的版本。那一样，请记得说把这一个东西存在桌面上，然后呢，给它一个专案的名字，例如我这边给 Audio Demo， 那按确定，这时候呢，它就会在桌面上建立对应的资料夹 Audio Demo，OK。那为了确定说这个专案它是正常的，我们会直接按 F5 或者按这个小三角形，确定说这个 create 出来的档案是正常的。好，然后下一步呢，我们一样会进去会在专案这边的 content 单击右键加入一个 file name， 假设我们也一样叫 audio 好了。那对应的路径底下呢，一定会出现 content 底下一定会出现 audio 这个资料夹。那再来把我们刚才 audio 的资料夹里面的所有资料全部 copy 过来 ，OK。那尽量不要直接就把 audio 扣过去，因为这样子它的资料它的那个树状结构图会有问题。所以我们每次在扣资料的时候，我们 create 一个就是用 create 一个 folder， 然后再把资料扣进去。好，那扣进去以后，一样在这边新增，就可以加入现有的专案。那在 audio 底下呢，把这4个都要抓进来。第一个呢就是对应的那个 project， 然后第二个另外3个呢就是我刚刚的音效哈，直接点加入。好，这样第一部分基本上就完成了，就是我们就把资料全部 load 进来了。那要使用 XNA 的音效的话呢，必须要包含的3个东西，第一个叫做 Audio Engine。好，一样我们建议是用选择的，直接选择这一个，那你直接按 Enter， 它就出来了。那我们先把需要的变数先宣告出来。所以第一个是 Audio Engine， 第二个的话是 Webamp，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Soundbamp。好，那这样子第一步宣告变数就完成了。紧接着呢，我们会在 initial 的地方呢，对这3个变数做初始化的动作哈。为什么不在 load content？ 因为目前我所看到的范例里面，他们会把音效的部分放在 initial 的地方做，那不会比较 load content 的部分呢，他们会让它用来读图、读模型之类的资料。因为有时候在读图之前，我们就会让它播放背景音乐。OK， 所以在这里我们会把 Audio Engine 整个读进来。那读的话，一样呢，用 New Audio Engine， 然后给它路径的名字，一样是小老鼠开头，然后是 Content， 然后给它2条斜线 AUDIO， 再2个斜线，那这边就会有 Audio XAP， 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一点修改哈。其实它真正的名字不叫 Audio XAP， 它叫做 Audio XGS， 副档名不一样哈。OK， 那这第一步把引擎加入，引擎加入以后，其实你可以点开这个 XAPT 档，它是一个基于 XML 语法所写出来的档案。那它是它制定的格式。那我们会看到说，像在这里面的话，我会看到的资料包含我的那个2个 bank， 我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资讯在这里面。第一个，你看，我找到对应的档案的名字。OK， 那第二个 Webamp 就是要读刚刚我所示范看到它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说。当然，我要读这个 Webamp 的时候，我必须借由引擎哈。
Audio Engine 逗点，然后给它 Create 的路径。那一样，我们用 Content。然后这个后面的名字呢，其实就是你刚刚在 XACT 里面做的名字，就是这个。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你可以用复制贴上。然后注意一点的是说，它这边其实它有提供了2个方选。那旧的书旧的课本上面它并没有，它并不需要在这2个变数，但是新的书上面它需要一个 offset， 然后一个是 piece size 的部分所以这2个我们分别补0跟4就可以了。它的最小值是2那我们稍后未来我们再解释说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Sorry， 那我们把音效的部分也做一样的动作这因为是跟旧的课本有点不大一样，课本上面并没有这个参数。这边抱歉，我文字不小心打错。那一样对应声音的部分，其实它也有做记录在这边，拖移下来其实就可以发现了。那这一部分呢，其实它就只有提供这样子的方选可以让我们使用。那这样子基本上这2个音效就等于说加完了。OK， 当我们 load 完这些资料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动作，是我们必须把引擎更新，否则它的资料没办法传递给后面所使用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做 Audio Engine 的 update。在读完资料的时候，我们就直接做更新的动作。那再来的话，我直接 demo 说，我们如果按一个按键的时候，那会播放音效。还记得我们之前有谈过 keyboard 的部分。我先简单的，我们就假设我们有一个 keyboard 的 stack， 在这边值得注意的是我这个 K 这边是小写，这边是大写 ，OK， 大写这个蓝色部分，这一个是预设的所谓的 type name， 就是说有这个形态，那后面是我变数的名字，那我发现很多的新手在这上面这2个 K 很容易搞混，就是说这个跟这个一直分不清楚。在它前面的呢是就是有变色这一个呢是类别的名字，那这个是变数的名字。也就是说，其实呢，换言之，这个蓝色部分，它这个保留字的类型类似于 int， 而这后面 keyboard 呢类似于 a 这个字眼。好。那有状态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判断。假设我们预设说 keyboard 状态里面我们按下了某一个按钮，比如说我们按下了右，right，OK， 然后如果我们按下它的话呢，就处理一件事情，就直接播放音效。那播放音效呢，我们有很多种方式，那我这边提供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直接把 Soundband Play Q，OK。还记得我们刚刚在 XACT 里面有 create 了很多个 Cube Lamp， 其中有一个叫 OO 吗？其实如果不记得，你可以翻阅这里。我在 Soundband 里面其实它有记录说，它的名字叫什么？有在这里 Sound， 它是一个把它当成一个声音来做处理。然后 Lamp 是 OO。OK， 如果你忘记不要紧，我们再打开。好，再打开这个 XACT 的 project。但记得，如果你在执行周期的时候，这个要关掉，不然它会起冲突。OK， 有没有？这边 OO 就是指的这一个音效，好，就是指这个音效。那它是采用一个 stream 的方式来播放。OK， 那在这里的话，要直接点 Play Q 以后呢，这样可以执行吗？并不可以。OK， 它必须一样再对引擎做一次更新哈。如果你有播放到音效的话，就必须把引擎做更新。那有读档进来的话，要做一次更新，然后在播放的时候的最后面呢，要做一次更新。那当这样子完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主力了。